直到看见《功夫女足》的上映，我才明白达叔当年节目上的那段遗言究竟有多么的意难平。我们还能看到您和周星驰先生合作吗？那个，还是以前说过那句话，我还没死，他还没退休，一定有机会的。他用尽一生守着这个诺言，可这位黄金右脚终究永远缺席了这片足球场。这队简直是极品呐！我真的很想看看，有什么名堂啊？这队叫做少林足。哎，随便，你快点去报名，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，有没有报名费啊？我给你啊。多谢。哎呀，无所谓，我和你是兄弟嘛，死瘸子。很多人对他们合作的记忆停留在了2001年的少林足球。那一年，周星驰是捡破烂的大力金刚腿，吴孟达是落魄半生的民风教练。电影里他们带领球队拿下了全国冠军，迎来了大团圆。可谁都没想到，拍完这场戏的那一刻，两人12年的搭档合作就到此结束了。后来的日子里，无良媒体漫天宣传着两人决裂的虚假戏码。面对铺天盖地的恶语和揣测，孤傲的周星驰选择了永远的沉默，而老实厚道的达叔只能一遍遍对着镜头无力的解释：只要我不死，他还没退休，我们还是会合作。把时间线拨回几十年前，一切的委屈与遗憾都有了源头。1983年，《射雕英雄传》的片场，21岁的周星驰只是个跑龙套的兵甲，为了给自己多加一句台词，被导演当成神经病。而31岁的吴孟达正经历着破产、被雪藏的人生至暗时刻，为了3句台词的捧哏，坐在地上像疯子一样看了2个小时。两个同样不按套路出牌的怪咖，却在人生最底层的烂泥。1989年拍他来自江湖，两人住对门，吴孟达像个老父亲一样照顾着这个小自己11岁的弟弟。周星驰性格偏执，脾气古怪，经常冒出不合时宜的无厘头想法，所有人都不理解他，只有吴孟达会在星仔被骂时端着茶杯笑呵呵地跑去导演棚里，把星仔那些神经质的想法翻译给导演听。那个时候他们穷，偶尔奢侈一次，买一罐100港币的鲍鱼罐头，罐头里只有2块肉，吴孟达每次都毫不犹豫地把最大的那一块加进周星驰的碗里。罐头大概那个时候港币100多块，里面有2颗，有时候有一颗大的，有一颗小的，然后基本上大的我都让给他，然后我就吃小的。拍完一个镜头觉得还满意，来开罐头，你吃一个我吃一个，那种感觉吃了大概有1年。1990年，赌圣横空出世，狂揽4000万票房。电影上映那天，两人像做贼一样买票溜进电影院，躲在最后一排。那时候有午夜场，电影开了5分钟左右，我跟星姐就偷偷跑进去，然后坐在里面看观众的反应。但是反应就像这样子，我们做就是，真的是这样。正因为一起在谷底爬过，他们才拥有了全香港影坛最佳的默契。王晶导演曾一语道破天机，最好的戏是大哥让出来的。在《逃学威龙》里，周星驰负责要帅拉风，吴孟达就演那个唯唯诺诺却敢软饭硬吃的重案组之虎曹达华。在拍《大话西游》时，两人嫌台词不够劲，索性直接把剧本扔了，只要周星驰一个眼神，吴孟达就能接住所有的梗。在《喜剧之王》里，他是那个因为一个盒饭把尹天仇骂得狗血淋头的常务阿毛。可很多人不知道，这场戏根本不在原剧本里，那是他们两人回想起当年在 TVB 吃冷饭受尽冷眼的岁月，临时加进去的眼泪。12年，26部电影。如果说周星驰是锋利的矛，那么吴孟达就是包容的盾。有人说星爷之所以能在天上天马行空的飞，正是因为达叔在人情世故上为他托底。2003年，周星驰筹拍《功夫》，早早地把名叫阿达的角色留给了吴孟达。达叔推掉了所有戏约，满心欢喜地等待开机。可那一年，因为口罩爆发，剧组被迫无限期停工。等《功夫》能拍时，达叔已经签了别的剧组的合同，只能遗憾错过。03年他要拍《功夫》的时候，然后之前在没有拍之前，他跟我约定是5月到7月，7月多我已经延迟了。不是，我已经签了给另外一家公司，我已经嫁人了啊，那是所以很遗憾，就差这一步，命运的轨迹彻底偏好。周星驰在神坛上走得越来越高，从星仔变成了孤独的星爷，而吴孟达的身体却衰老得越来越快。后来拍美人鱼，拍西游伏妖片，周星驰一次次打去电话邀请，可那时候的达叔心脏已经衰竭，别说拍喜剧，连下水、吊威亚都成了奢望。一个人走得太快，另一个人却已经跟不上了。他们就像2列曾经并轨呼啸的列车，在一个岔路口分道扬镳后，再也没能找到并线的轨道。2021年2月27日，达叔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病重期间，周星驰在背后默默联系了香港最好的医生。葬礼那天，60岁的星爷戴着鸭舌帽，遮住满头白发，眼眶通红，步履蹒跚地走进灵堂。他送了花圈，放在离大叔最近的位置，上面写着“永远怀念”。2年后，有人在社交平台上问周星驰：“星爷，有没有最想对大叔说的话？”那个演了一辈子的喜剧之王，打出了这辈子最沉重的一句话：“我爱你。”后悔未曾亲口表达，短短10个字，看哭了全网。原来，所有的冷漠都是伪装，所有的意难平都化作了午夜梦回时没有好好说句再见的懊悔。如今，功夫女足即将上映，可那个陪伴星爷开启足球宇宙的男人已经长眠地下。周星驰终于有钱买下全世界所有的鲍鱼罐头了，可那个会把大块鲍鱼让给他吃的老大哥，却再也回不来了。在电影《破坏之王》的结尾，吴孟达看着周星驰，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那我先走了啊，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。”好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当年我们在荧幕前笑得没心没肺，谁能想到这句台词竟成了他们2人在这人世间最终的谶语。成年人之间的走散，往往就是因为一句下次一定，结果就再也没了下次。或许在平行宇宙里，功夫女足的片场依然有一个穿着花衬衫、大腹便便的大叔，正笑呵呵地看着监视器后满头白发的星爷。世间再无星爷配大叔，但只要胶片还在转动，只要我们还在看他们的电影，那场关于青春、关于笑泪的合作就永远不会杀青。